大家好，欢迎来到神性空间。你是否曾经怀疑过，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存在？或者眼前的一切其实只是某种投影？有人说，宇宙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会把我们的内心毫无保留地反射回来。当我们充满恐惧，生活中就到处是障碍；当我们充满爱与信念，现实也会展现出美好的回应。那么，这种宇宙镜子的说法，仅仅是一种灵性的比喻吗？还是它背后真的隐藏着某种科学的秘密？在过去的影片里，我们曾经谈过宇宙9大法则，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则，叫做反射法则。它告诉我们，外在世界不过是内在意识的投影。简单来说，宇宙不会随便给你一个环境，而是根据你内在的信念、情绪与振动频率，把对应的实相显现出来。这听起来很玄，但它其实是一个贯穿灵性哲学与量子物理的核心概念。你可能会问，那这和科学有什么关联呢？其实，在物理学中最耐人寻味的现象之一，就是量子力学里的观察者效应。在微观世界里，粒子的行为并不是固定的，它既可能是波，也可能是粒子，但只要有人观察，它的状态就会塌缩，呈现出一种确定的结果。换句话说，意识的存在会影响到现实的呈现，这与灵性中的反射法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在另一支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影片里，我们聊到黑洞与全息宇宙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我们眼前的三维世界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实体，而是更高维度资讯的投影，就好像一部全息投影机把高维宇宙的讯息投影成我们熟悉的时空与物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一切经历其实都是某种巨大的宇宙投影？如果是这样，那么意识是否就扮演着观察与选择投影内容的角色？想象一下，当你看着一面镜子，镜子里呈现的画面永远都只是你的倒影。你笑，镜子里的人也笑；你皱眉，镜子里的人也皱眉。而宇宙的运作方式，也许就像这面镜子一样，它把我们内在的能量与信念完整的反射回来。当你相信自己处于匮乏，宇宙的镜子就会投影出金钱短缺与机会的阻断。当你心中充满信念与爱，宇宙就会投影出相对应的丰盛。这样的理解将灵性与科学完美的串联起来，它不仅仅是哲学上的空谈，而是量子物理与宇宙学所支持的一种全新视角。你所看到的现实并不是绝对的客观存在，而是一场全息投影，一面宇宙的镜子，而你正是这面镜子前的观察者。那么，如果这是真的，问题就来了，我们是否可以透过改变内在的意识，进而改变外在的实相？我们是否能透过提升频率，让宇宙的镜子反射出更美好的画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探索的核心问题。当科学家第一次在量子实验中发现观察竟然能影响粒子的行为时，整个物理学界都震惊了。这就是著名的双缝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电子或光子通过2个缝隙时，本来应该呈现出像波一样的干涉图案，但只要科学家放上侦测器去观察它，粒子就立刻停止像波一样的行为，而是表现得像一颗颗独立的粒子。换句话说，观察这个动作改变了实验的结果。这背后透露出一个惊人的讯息：意识并不是局外人，它不是单纯的看着世界，而是直接参与了世界的运作。粒子的行为并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依照观察者的介入才决定它要展现成什么状态。这就好像宇宙在告诉我们，现实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依照你如何看待它而产生不同的显现。你或许会觉得这只是微观世界的现象，跟我们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但事实上，生活中的许多经验正好印证了这个原理。举个例子，当一个人总是怀疑自己，觉得我一定会失败，那么他在行动时自然会犹豫、退缩、缺乏信心。结果呢？外在世界也真的给了他失败的体验，好像把他的怀疑具体化一样。反过来说，当一个人深信我可以做到，他行动时就更果断、更勇敢，宇宙的环境也会配合，让机会一一浮现。这不正是观察者效应在日常生活中的放大版吗？其实，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现实并不是唯一的线性结果，而是存在无数潜在可能性。在观察之前，粒子处于所谓的叠加态，它既在这里，也在那里，
既是波，也可能是粒子。而真正决定它成为哪一种状态的关键，就是观察者的介入。换句话说，我们的意识就像一把选择器，从无数的潜在可能性中挑选出一个成为我们的现实。当你这样去理解世界，你会发现，人生并不是外在命运强加于你，而是你的意识与信念所投影出来的。你害怕什么，就可能经验什么；你相信什么，就更容易看见什么。这与灵性中的反射法则正好呼应。宇宙是一面镜子，反映的不是随机的影像，而是你内心的深层信念。如果你仔细观察自己的生活，你会发现这个模式无处不在。当你心里觉得大家都不理解我，你就会很容易在周遭吸引到误解或忽视的情境。但当你转变想法，相信我值得被理解与支持，你就会开始遇到更多能倾听、能理解你的人。这并不是巧合，而是观察者效应与意识投影在宏观世界的展现。更令人震撼的是，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开始意识到，观察者效应不只是实验室里的特例，而可能是整个宇宙运作的根本原理。换句话说，宇宙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场域，而意识就是让其中一个可能性塌缩，成为我们经验到的现实的关键。这种观点彻底打破了现实是客观存在的旧有认知，反而告诉我们，现实是一个动态的、与意识紧密交织的过程。当然，这里的意识并不是狭隘的思考或短暂的念头，而是我们整体的频率与深层信念。当你长期停留在低频状态，充满怀疑与恐惧，你的意识就会选择出对应的低频实相。相反的，当你培养信任、爱与喜悦，你的意识频率提升，宇宙的投影自然也会展现出更高频的结果。这就好像你手中握着一把遥控器，你要选择看哪一个频道，宇宙的投影机就会照着你的频率播放相对应的画面。因此，量子力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科学，而是揭示了一个与灵性法则相呼应的真理：我们并非现实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实相的共同创造者。当我们进一步探讨现实的本质时，物理学中另一个震撼人心的理论浮现，那就是全息宇宙理论。这个理论源自于对黑洞的研究。科学家发现，黑洞拥有一个神秘的事件世界，它就像一层无形的边界，将黑洞内部与外部隔开。而让人惊讶的是，黑洞所包含的资讯竟然并不是储存在它的体积内部，而是记录在这个边界表面上。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黑洞就像一台巨大的全息投影机，它把储存在二维表面的资讯投影成为我们所经验的三维空间。这正是全息理论的核心。我们的宇宙可能是一个全息投影。换句话说，我们以为的三维实体其实只是一种投影幻象，它的真实来源存在于更高维度的资讯场中。如果你把这个概念放在更广阔的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可能性。我们所谓的现实，或许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而是一场宏大的宇宙投影。这就像看电影一样，荧幕上你看到的是角色、风景、动作，但真正的来源其实是后面那台投影机。荧幕上的一切都是由光束与资讯所形成的影像，而我们眼前的世界也可能正是如此。你以为的物质，其实只是能量与资讯的排列组合，就像全息影像一样。当你伸手触摸桌子，它之所以看起来坚固，是因为量子场的能量振动与我们的意识交互作用，产生出一种真实感。但在更深层的层面，这一切都只是投影。这样的观点与灵性中的许多教导不谋而合。在灵性传统里，常常提到世界是一场幻象，万物如梦如幻，这听起来很诗意。但当科学逐渐揭开全息宇宙的可能性时，我们才惊觉，这或许并不是单纯的比喻，而是某种真相的暗示。更有趣的是，当我们把全息宇宙与量子观察者效应结合起来思考，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连结。如果宇宙是一场投影，那么谁在操作投影机？又是谁在选择投影的内容？答案或许就是我们的意识。想象一下，你站在一面全息投影荧幕前，手中拿着一把遥控器，你按下不同的按钮，荧幕上就出现不同的画面。而这把遥控器就是你的意识、你的信念、情绪、想法，就像一组组的程式码，指引宇宙投影机该投射出怎样的影像。当你的内心充满恐惧时，你等于输入了一组低频程式码，
宇宙就投影出相对应的困境。当你的内心充满爱与信念，你输入的程式码就会让宇宙投影出充满机会与丰盛的画面。这种理解与我们之前谈过的黑洞理论正好呼应。如果整个宇宙都像黑洞一样，把高维度的资讯投影到我们的三维现实，那么我们所经验的一切，其实只是某种更高意识场域的展现，而我们的意识并不是无力的小角色，而是这场投影中的共同创造者。从灵性的角度来看，这就像反射法则在更高层次上的运作。宇宙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全息投影的动态运作，它不断依照我们的意识状态，把相对应的画面显现出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全息游戏场，而我们正是这场游戏的玩家与设计者。这种观点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深刻的启发，既然宇宙是投影，而意识是遥控器，那么我们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能够主动选择频率与画面的人。这代表我们完全有能力透过提升自己的意识频率来创造出不同层次的实相。当你开始这样看待生命，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是真正固定不变的，困境只是暂时的投影，贫乏只是暂时的投影，恐惧也只是暂时的投影，而你随时可以透过改变内在来选择另一个更美好的投影。既然宇宙像是一面全息的镜子，那么它反映的内容究竟取决于什么？答案就是你的意识。这也是我们之前在宇宙9大法则中谈过的反射法则。外在世界永远是内在世界的镜像。很多人会说，我明明很努力了，为什么现实还是没有改变？其实关键在于你的努力是基于什么样的意识状态。如果你努力的背后是恐惧、害怕失败、害怕匮乏，那么你向宇宙发出的频率依然是低频的，宇宙的镜子就会投影出对应的困境。相反的，如果你的努力是出于信任与喜悦，你单纯享受过程，相信自己会被支持，那么你所发出的频率就是高频的，宇宙也会回应更多顺流的契机。这就是意识创造实相的核心原理，它不是空谈，也不是心灵鸡汤，而是一种能量共振的法则。量子物理的观察者效应已经揭示，现实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意识互动后才定型。而全息宇宙理论则说明，我们所经验的一切只是更高层次资讯的投影。如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理解，意识就是那个程式语言，它决定了宇宙投影机会播放什么样的画面。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早晨起床时心里充满感恩，觉得今天一定会是充满机会的一天，那么你一整天的注意力就会不断捕捉到美好的片段，陌生人的微笑，朋友的帮助，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这些片段原本就存在，只是当你调整了意识频率，宇宙的镜子就反映了更多相符的画面。反之，若你一早就觉得今天一定会很糟，你也会不断遇到塞车、误会或小意外，看似是巧合，其实都是你内在状态的反应。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要从被动接受的思维转向主动创造的思维。很多人习惯把自己定位成环境的受害者，认为现实就是命运的安排。但如果我们承认宇宙是镜子，就必须承担另一个事实，外在发生的很多时候是我们内心投射的结果。当我们愿意承担这份力量，我们也就同时拿回了主导权。所以灵性觉醒的过程其实就是觉察并调整意识频率的过程。你开始意识到，恐惧只会投影出更多恐惧，而爱能投影出更多爱。于是你学会在每一个选择中问自己，我是基于恐惧还是基于爱在行动？当你一次又一次选择爱与信任，你的内在程式就逐渐被改写，宇宙投影出来的画面也就愈来愈美好。到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科学与灵性的一个交汇点，量子观察者效应、全息宇宙投影以及反射法则，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你的意识创造你的世界。当我们把今天探讨的一切串联起来，你会发现，量子力学的观察者效应告诉我们，意识会影响现实；全息宇宙理论则提醒我们，世界只是一场高维度资讯的投影；而灵性的反射法则进一步揭示，宇宙是一面镜子，随时反映着我们的内在状态。三者并非彼此独立，而是指向同一个真理：
我们的意识才是真正的创造力量。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一个无助的小角色，被命运推着走，而是能够选择的共同创造者。当你明白这一点，生命就不再只是承受发生什么，而是主动决定你要看见什么。这就是灵性觉醒的核心，把注意力从外在世界收回到内在，重新认领意识的力量。或许你会问，那我该怎么做？答案其实并不复杂。首先，觉察自己的信念，你每天在心里默念的是什么？我不行，很困难，没有人支持我，还是我值得，我被支持，我能够创造。这些念头就是意识程式码，它们会直接影响宇宙镜子的投影。其次，学会调整情绪频率，情绪不是敌人，它是意识的指南针。当你感到焦虑、恐惧或愤怒时，宇宙会反映更多相似的频率。但当你选择回到感恩、信任与爱时，你就已经在切换频道，进入另一个更高频的实相。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最后，把这些原理应用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你面对挑战时，不要急着问为什么是我，而是问这反映了我内心什么。当你遇到机会时，也不要以为只是幸运，而要明白这是你意识频率的镜像。这样，你会逐渐看见一个真相。你不是现实的旁观者，而是创作者。所以，当我们说宇宙是一面镜子，并不只是诗意的隐喻，而是一个科学与灵性共同指向的现实。当你愿意提升意识频率，培养爱与喜悦，你不仅会看见世界的改变，更会亲身体验到，所谓命运其实就是意识的投影。最终，你将不再害怕未知，也不再感到无力，因为你知道，你就是那个投影机的操作者。你有能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好实相，而这正是科学与灵性交汇之处最动人的秘密。宇宙不是外在的冷漠空间，而是一面温柔的镜子，等待我们唤醒内在的光。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喜欢的话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